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人都想玩游戏的状况下，应该要选 PS5，还是要来买一台电脑？你觉得你的看法呢？都买就好。现在我们可能达不到4K 啦，我们承认嘛，达不到就买 PS5 Pro 嘛。Hello， 各位同学好，我喜天啊，买电脑找喜天。难得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拍片啊，有个我们来宾不再是边缘人了。好，欢迎我们的这个罗卡。好，大家好，我是罗卡。是啊，今天呢很难得，为什么会找到罗卡来呢？因为最近其实有蛮多新闻的嘛。对，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跟索尼有关。哪一个？这个特工吗？姓名特工倒了，也不是啦，优质的一款游戏，买不到，来不及了。主要是 PS5 Pro 要上市，那因为 PS5 Pro 上市对我来讲有造成什么问题呢？毕竟我是一个在卖电脑的 YouTuber， 那它让我有一点倍感压力。毕竟可能大家会去选择买 PS5 Pro。不组电脑，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想来找个这个家机界比较标杆的人物啊，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说到底要买 PS5 Pro 还是要买 PC？ 想看看你对 PS5 Pro 现在这个目前的消息，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它的消息哦，其实那天我有拍了一支影片，马上看完马上拍了一支影片，然后它大概只有一个最大特色，对，变贵了。这是它的唯一特色吗？那这样我们不用辩论嘞，因为就有变贵而已嘛。没有，变贵还是有道理的嘛，因为他那天的整个直播弄得很长，然后总共就讲到说他的 GPU 长大了，对，然后光追变强了，帧数变稳定了，也变高了。是，那当然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围绕着 GPU 变强，然后游戏的画面会变好这件事情。对，没错。讲完之后呢，上了价格，定价大概多少？现在定价的话，它是24280嘛，台币的定价。那如果说它加光碟机，因为它原本那个定价是不含光碟机，数位版，对，数位版。那光碟机额外再加购的话是3680一台，所以大约加起来是28000左右。28000左右。对，那因为这28000还是没加游戏，也没有加第二只手把，也没有加底座。那因为底座部分就是我家是没什么其他宠物或什么的，所以我是。只有在刚开始买 PS5 的时候有装底座，后来我就不装了。哦，我家都有装。对，因为有猫嘛。对，有猫。刚才有聊到。对，所以我觉得是会依照不同人，可能还要再做额外加购。所以周边加一加，里里扣扣，我们抓个32000、35000嘛。差不多。好，所以我们预估你买好一台 PS5 Pro 35000左右这样。对。那这个价格，因为我 PS5 是买其实是首发，我买蛮久的。你觉得如果是你看来的话，合理价格应该在哪里？其实 PS5 Pro 我觉得合理价格可能接近2万就差不多了，因为现在是17000多啊，17000多是定价，就是现在薄版的那个主机，我记得是17000多，可是它是有含光碟机的。对，那如果说它今天不带光碟机，我觉得做到大概个18000甚至19000，因为通膨嘛，或者说它的料真的用比较好一点，是对啊，让毕竟 GPU 升级嘛，GPU 长大了，对吗？是，可以跑到4K 60稳的，对。那我觉得微微的给它涨下去，我觉得还 OK， 但是它一口气灌到其实已经3万上下，我是觉得真的比较偏高，老实说。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人都想玩游戏的状况下，对，应该要选 PS5，还是要来买一台电脑？你觉得你的看法呢？都买就好，都买就好。对，他现在就是钱有限嘛。我觉得这一点，如果站在家机的立场的话啦，其实买 PS5 Pro 它的好处就是说，整个系统是很简单的你只要买回来之后，如果我是有带光碟机的，我只要开机，光碟放进去，读完之后。手把连线我就可以玩了对，它不需要什么太繁琐的东西，像电脑啊，它可能会有时候出问题，对，那出了问题之后，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到底是散热问题呢，还是它有什么零组件有问题？对，可是我的 PS5 是很少遇到问题。我也是，但是我的 PS5 很少开机。我的是算还蛮常开机的，可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游戏跳掉，很少，也是有啦。可是这种事件真的很少，而且大部分你只要重开就好。对。那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呢，他是更重度的玩家，对，他遇到问题就是说会热档，所以他后来就帮 PS 把它脱衣服盖板拿掉。那他玩得很凶对，他玩得很凶，而且他的房间就是有时候是不开冷气的对，那他就拿电扇去把它灌，懂，就 OK 就稳定。但其实我跟你讲，系统不稳定这件事情不可否认啊。对，因为 PS5 它就只能玩游戏，所以它系统相对较于单纯。他还可以看 Netflix。看 YouTube， 你用电脑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同时看 Netflix、看 YouTube， 又可以玩游戏？对。但你 PS5 有可能同时开 YouTube， 你不要跟我说拿一只手机嘛，不可能嘛。对，我说是在这个主题下运行，应该是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系统不容易宕机的原因嘛。它的效能，第一吃的死死，第二我的系统也很封闭，
我不让你做任何额外的事情，我们一样花35000来讲好了。对，现在我们可能达不到4K 啦，我们承认嘛，达不到就买 PS5 Pro 嘛。那我们要赢的地方嘛，我们要有优势啊，对不对？35000我可能真的只能玩2K。对，可是我可以干嘛？我可以拿来写报告、做作业、逛网站，想看一下片放松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对不对？我还可以边隔壁放攻略，这边放游戏，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比较强？虽然说宕机的确比例上来讲电脑比较多，但我们是比较强，怎么样？但是你要扣掉一些预算，因为如果说是 PS5 要算到35000，是它是带了1片或2片游戏，所以如果你硬要算的话，我觉得大概价格要抓在3万到3.2万，这样子你有办法跑到4K 60 FPS， 像他讲的稳定吗？我们先当做4K 不存在嘛，我们4K 是 PS5 Pro 的优势啊，除了这优势啊，我只有2K 萤幕嘛，4K 对我来讲没用。怎么样？赢了吧？赢了吧？网络上好像蛮多人在讲的，他说你会买4K 的萤幕嘛，对不对？然后去买1080p 的萤幕。对啊，因为没有钱啦，我买不到，我就是买了一台主机35000的 PS5，但是我没有钱买4K 萤幕。可是未来有机会可以升级啊，所以如果你在 PS5 Pro， 万一8K 了怎么办？8K 它也有啊，它也有号称啊，它也有号称8K。对，我们先不考虑几 K 嘛，功能上来讲我们是比较多嘛。是的，是的，对对。电脑的功能真的。那我们再问你几个问题。那你刚刚讲游戏好像很便宜。然后独占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 PS 是不是连线需要买会员？对。那我们先不考虑其他功能，我们只考虑游戏的时候，我的游戏电脑是不需要买会员的啊。哦，对嘞。所以如果说再抓会员，一年如果再抓1-2千块，现在不是越来越贵？对，玩个3到5年的话，也是要抓5000到1万。对啊，是不是我们赢了嘛？各位有没有？是不是让你又更想买电脑一部了？但是 PS5 有光环啊。我有 PS5 Pro 的主机在旁边当 WiFi 录游戏，WiFi 录游戏是不是？对，那现在就只要贴那样3条那个黑色的就是了嘛。好，现在还有名牌包包的感觉。对。那这样子啊，我们外观质感来讲，对，我们多花点钱，机壳换一下 ，RGB 装个帅一点，水冷再给它装个屌炸天的 LED 萤幕，也是很有那个质感的感觉。但是如果要以单纯玩游戏，我们真的很认真单纯讨论玩游戏。PS5 Pro 我个人觉得真的就是简单啊，好处理啊。而且像我之前玩《暗黑破坏神4》好了，是那个时候我是有玩 PC 版，也有玩 PS5 的版本。对 ，PS5 版本就是你不需要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就可以玩的。什么优化啊？对你不用去说我的电脑主机只能跑到哪，我可能有点卡顿了，我再稍微去降。然后那么多数据，我到底要降什么？是对啊，我觉得那个很麻烦啊。如果你今天是买 PS5 Pro，不用怀疑，他都帮你设定好了，逛完就可以玩了。对，没错。好像突然又被你说服了一点，那就要买 PS5 Pro， 对不对？可是它还是很贵啊。我们还有一个点 ，PS5 现在是不是独占游戏越来越少？也是有啊。有吗？有啊，在哪里？我快看不到了。在那一天的宣传影片当中，他有讲出很多啊，例如说像蜘蛛人，蜘蛛人1代已经上啦，再过1年应该也上了吧？2代也上了吧？对不对？哦，你说上到 PS 啊，对 PC 啊 ，OK。然后 GT7 迟早的嘛，他至少现在独占嘛，对，迟早的嘛。战神早就上啦，地平线说不出来了吧？地平线也上了呢。最后生还者2，这个游戏太硬了，我相信。PC 玩家可能玩不动，这些玩家是这样吗？对，是这样吗？那边不是打高尔夫球模拟器嘛？但是不可否认啊，真的他在独占游戏，目前为止公布出来真的是比较少一点，甚至有一些就是限时独占，这还算好，至少你有1年是独占。对啊，有一些就是直接出双平台。你看这一点是不是 PS 玩家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就简单设定啊，就是简单设定。对啊，简单设定4K 以外还有其他优点吗？这就是最大优点啊。不过 PC 还有一个优势，我觉得是现在我们撇出独占，现在很多独立小游戏，30块到300块就可以吃到饱。这种游戏如果没有上 PS Store， 你就少了很多独立游戏的工作室可以玩的这些游戏啊，杀时间啊这种东西，是不是？你在 PC 上面还可以享受这样的东西？那这时候身为一个 PS 的玩家就要说，我们也有 PS 的订阅制服务可以用。怎么那个优势在哪里？优势就是你可以玩一些老游戏。我们也有，你知道卡普空有出合集吗？你知道大家都有出合集，什么街机那些东西。我最爱那个棒球忍者，你有玩过吗？完蛋了，我真的完全没。你现在没有玩过这个？没，还是你要转做 PC 了？你要说家机大佬没有玩过这个东西？没有啦，没有。我后来因为其实我觉得买家机这一块会觉得它价格贵，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因为如果我说我今天是比较年轻一点，假设我在20几岁或者10几岁的话。
我自己要去买一台游戏主机，我是没有理由可以跟爸妈说，我要买一台游戏主机打电动。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要买一台电脑，对他们会说，你是要做功课是吗？你是要交报告是吗？他就变有这个有理由，对，有借口。哇，你帮我加1分。但是我现在站在不一样的位置啊，我现在的年纪，我买 PS5 Pro OK 的啊，对，买回来至少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你买 Pro 了没？还没，那是该进步了吧？有另外一个问题，这样会不会变成反而你没朋友跟你玩？是不是？现在跨平台，游戏跨平台，而且可以连线，对不对？听说荒野也是一样，可以跨平台连线。对，这个也是大家蛮期待的。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扛得住不买 Pro，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个同捆测试版，说不定就一堆人扛不住了。对，好啦，其实今天这支影片真的也是很简单，找你来聊聊天。我觉得从这些比较下来，我就是希望大家看看每一个点有没有说到你们心上，可以在底下帮我。你的 PC 派还是 PS5 派赞一下？对 ，PS5 派，PS5 派，我都有啦。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们要以比例来讲，我的 PS5 大概开机时间大概100个小时以内而已。我只为了蜘蛛人2，还有另外一个我常玩的叫钢弹激斗任务2，其他游戏我没有拿来开过。最近可能会开一下那个机器人那个。我以为是最后生还者2。为什么要开那个东西？那个我仓库里面好几片，你要吗？上回去带，拿回去当纪念。我有了。对，然后我觉得整理一个最大的重点，我觉得如果你有游戏以外的需求，你可以选择电脑，因为你有更多的功用可以去用，不管是通讯软体、影音、查资料、做报告，或者说任何的上网这些东西。但如果你是一个完完全全像罗卡这种希望就是下班时间鞋子一脱沙发一躺，只要玩游戏好好享受的人，我觉得 PS5 真的是蛮适合你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啦，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PS5 真的，你像刚刚讲宕机这些东西，真的几乎不太会有。在整个稳定性来讲，对我是真的没有遇到过，好不好？所以我觉得 PS5 跟电脑各有优劣啦，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啊。如果你有预算，当然找我买 PC 如果那个你是觉得你就是纯粹玩游戏的朋友，来去隔壁，我们跟罗卡，我没有在买，再买了。但是如果真的很有预算，就是都买。对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就是看功能性。是啊。对，是我的话也是真的，电脑真的很棒。好，感谢罗卡，因为今天刚好他过来，我们就来找他聊聊看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罗卡算蛮客观，没错。我本来想叫他说，你就在 PS 的顶端，在那个制高点上对着 PC 指指点点。因为我有买 PC 啊，所以我这样子讲不下去啊，讲不下去，是不是？真诚。我们没有在为了影片演戏的，对，我们是给大家真的很真实的参考。好啦，那今天的话就是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可以点个下方喜欢，然后订阅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电脑问题或什么，都可以欢迎去我们粉丝团留言或加我们官方 LINE。当然，如果呢今天很难得有罗卡在这边，你们也可以欢迎去点一下。你有在玩家机的朋友去关注一下，罗卡常常介绍很多我觉得不错的一些小品游戏或什么都不会错过。如果你有相关家机的问题呢，也可以去多看他的频道，好不好？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